当地时间26号，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解禁日本与英国和意大利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向第三国出口，并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的运作指南。这一决定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中方也对日本的最新动向表达了严重关切。我が国の安全保障環境にふさわしい戦闘機の実現を目指して、英国およびイタリアとの協議をしっかりと進めてまいります。对于该战机向第三国出口，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将通过严格的决定程序，继续坚持作为和平国家的基本理念。据共同社报道，日本为避免助长国际争端，一直对武器出口采取限制，但继去年12月解禁获得外国企业许可进行制造的授权生产品的出口后，此次又进一步放宽规则，解禁出口杀伤能力强的战机。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认为，这次日本内阁新决议和修改运用指南，事实上突破了日本战后70多年来禁止出口杀伤性武器的瓶颈，也为今后日本军舰、潜艇等先进的军事装备直接出口第三国打开方便之门。可以挖掘日本军工产业的潜能，刺激提升日本先进的军事装备制造的能力和它的研发能力，为日本强军扩军以及5年军费实现翻一番，增加财源。2022年12月，日本、英国和意大利3国政府宣布将共同研发下一代战斗机，项目定名为全球空中作战计划。报道称 ，GCAP 将把由英国主导的暴风战斗机项目与日本的 FX 战斗机项目结合起来，研制第6代战斗机。去年12月，3国签署了关于共同研发下一代战机的协议，计划在2025年启动开发阶段，力争到2035年开始部署。日本计划在2035年部署100架该新型战机，以接替计划于同年开始退役的老化 F2 战机。英国和意大利则将用这款新型战斗机取代现役的台风战斗机。值得一提的是，日英意3国联合研制面临的问题是跨代开发，简言之，都是在未成功研制5代机的情况下，直接进入6代机开发项目。但在联合开发6代机消息传出之前，3国都曾分别进行大量相关研究。其中，英国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展示6代机全尺寸模型的国家，其项目名称为暴风。英国方面声称采用了诸多开创性新技术，比如以全虚拟技术座舱取代传统座舱显示器，战斗态势感知能力与人机交互程度达到惊人水准。日本进行的6代机项目名为 FX， 而在此之前，日本还推出过 X2 星神项目，但最终因为技术等问题未能继续下去。有分析指，若是日英意能跨代开发出6代机，这不仅意味着其技术水平赶超美国，甚至还拥有了未来空战的规则制定权。据悉，3国联合研制项目的具体分工是：机身与系统总体研制由日本30重工、英国 BAE 系统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负责；发动机由日本石川岛波摩重工、英国罗罗公司、意大利 AVIO 公司负责；电子设备则由日本30电机、意大利莱昂纳多本部及其在英分公司负责。本月23号，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在防卫大学毕业典礼上作出训示，称日本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机，将成为全球安全稳定的基础。这次日英意3国联合开发，也是日本首次与盟友美国以外的伙伴联合开发新一代战机。那么，这个对于构建长期存量性、具有稳定固化结构的军事联盟，同样具有重要的突破性。去年12月，3国同意设立负责与企业方面合作以及出口管理的3边组织，总部将设在英国，首任一把手预计将由日本人出任。但据日媒早前报道，和平宪法不允许日本向共同开发国以外的对象出售新型战机，会使该项目变得复杂，所以日本政府一直争取通过执政党的工作磋商来解禁，但公民党坚持谨慎态度。直到本月15号，日本执政联盟自民党和公民党高层举行会谈，就允许将日本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出口至第三国一事达成一致。核心就是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的运作指南，即出口对象仅限下一代战机，且出口对象国必须与日本签订过防卫装备出口相关协议，以及不向正在交战的国家出口。日本目前已与美国、印度、菲律宾、阿联酋等15个国家缔结上述协定，此外还在与多方谈判，能出口的国家或将增加。但据日本朝日新闻16号报道，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强调的叫停机制的有效性仍令人生疑，特别是为了防止出口装备加剧冲突，
规定不得向正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出口这一条。报道分析认为，即便出口之时对象国没有发生战争，但是如果不久后爆发了战争，那就可能出现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使用了从日本进口的战机这种情况。事实上，英国就曾发生过类似情形，其出口沙特的武器装备后被用于也门内战。日媒就质疑，目前日本武器出口审批程序最大的问题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国会全程没有参与，仅由政府和执政党密室政治就能做出决策。而在毛峰看来，这样的安排看似设置了诸多限定条件，但是仍然为扩大其他武器装备出口创造了先例，是日本政府小步快跑、逐步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尝试。那么根据有关官员的解释，对每个出口个案还要根据当时的情况通过内阁审议 case by case 来应对，因此不仅在直接出口上会有进展，而且在其他像军舰、潜艇等军事装备出口上也有可能有所突破。2023年以来，日本防卫力量建设呈现对安全威胁评估更加激进、武器装备出口政策加速调整，以及防卫政策更加突出进攻性等特点，表明日本防卫战略正处于深度调整阶段。在此背景下，日本防卫省发布的《防卫技术指南2023》提出，日本防卫技术的发展重点涉及无人化、自动化、新作战平台、新能源、新材料、高性能计算、网络空间防御等12个领域，着重强调脑机融合技术、远程机器人的分身控制技术等35项关键技术。博鳌亚洲论坛作为开年以来全国两会之后中国主办的首场重要多边主场外交活动，博鳌论坛年会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经济脉动的重要窗口。各方将如何凝聚博鳌共识，提出博鳌方案？许多参加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嘉宾都是直接从北京启程来到海南，其中也包括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他向深圳卫视表示，中国在国际论坛上不断向外传递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心，对世界释放积极信号。中国现在融入全球化的挑战其实还是蛮多的，比如说我们如何更好的更开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签证，我们最近开放了10几个欧盟国家的签证，我觉得还可以开放更多，就我们要以更多的开放来促改革，我们要以更多的开放来促发展。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要这个要更多的这个把这个跨公司外资吸引到中国来，让他们就陷入中国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外交部此前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3月28号应邀出席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王辉耀对深圳卫视表示，他对此十分期待。那我相信这个在博鳌这个论坛面向亚洲、面向世界，那这个赵乐际的讲话会这个委员长的讲话会更有这个针对性释放出更加开放的信号那么来促进2024这个全年更加开放的发展。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意大利独立党外交及国际贸易负责人米凯莱·杰拉奇向深圳卫视表示，他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期待中欧继续加强合作，共同实现经济发展的双赢。China is a supplier of intermediate goods.Raw materials that Europe needs in its manufacturing process, especially in my country, Italy and Germany. And at the same time, China needs some design, even some high-tech products that we do produce. So I think the relationship is constructive, but it has a very high degree of complementarity. So that's why I believe that the relationship will continue to be positive.自2001年创办至今，从帐篷论坛到比肩达沃斯的国际交流平台，博鳌亚洲论坛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并致力于解决国际合作，尤其是地区经济合作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在探讨这些热点问题的同时，加强国际沟通与协作，成为论坛最大的共识。在这一基础上，博鳌亚洲论坛立足亚洲，但放眼世界，朋友圈也越来越大。深圳卫视多年连续获邀报道博鳌论坛，记者注意到“一带一路”在博鳌论坛也日益成为热词，其背后蕴含的商机吸引了众多与会代表积极参与研讨，共同为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这一全球化公共产品出谋划策。
米凯莱·杰拉奇对深圳卫视表示，他十分认可“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与使命。意大利政府应该继续融入“一带一路”。 They do not understand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s not something about Italy and China only. It's about 15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t's about helping Asia, Africa, 6 billion people to develop infrastructure, bridges, energy, help those countries migrate from agricultural to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So I do want a prosperous Africa, a prosperous Asia, in the interest of my own country. So exiting the Belt and Road, it means the message that the Italian government is giving to the world is that Italy does not want to take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80%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all of Asia, all of Africa, and this is completely stupid.